来了解一下今天第一位嘉宾的基本情况。我跟我女朋友已经恋爱9年了，有了宝宝了，然后她一直想跟我结婚，但是我自己一直在这边想，能不能等我事业有点上进的时候，然后我再考虑结婚。为了这个事情经常吵架，有一天我们吵得很凶，她一气之下，就带着小孩已经回广西了。那时间我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，我总是想着他们，我希望他们能回来。我答应你跟你结婚了，你能回来吗，亲爱的？这是一个男人从心底发出的说你快回来，女生能回来吗？女生为什么又离开呢？掌声请出这一对来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王32岁，来自江西个体户；女嘉宾小秦30岁，来自广西待业。有请两位，有请，欢迎两位哈。小片当中说还没有结婚，但是已经有宝宝了。哎，是的。宝宝多大？宝宝1岁03个月。男宝女宝？女宝宝。谁在带？我在带。哪年认识的？03年是通过 QQ 认识的，那时候是网恋，稍微接触了一下，没有说具体说我追他。06年开始确定恋爱关系，他是广西的，我是江西的，然后我去那边找他的，后来就一起出去打工了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时间长了，坚持了1年多，我才把他追到的。哦，这两个人这么算来，也有9年左右的感情了哈。为什么一直不结婚呢？又有小宝宝？09年的时候我们谈过一次结婚，最主要关系可能是经济条件比较差吧，家里是农村的，没什么钱，然后又觉得自己还年轻，推后了一下子说我们能不能晚一点结婚？那这个结婚是女生提出来还是男生提出来的？09年的时候。我提出来的。你家人是个什么意见呢？那个时候我家里面说只要是你自己选择的，他们都同意。那就09年这事儿就错过了。后来呢？后来到了12年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手上经济稍微好一点，也赚了点钱，就准备想结婚了，就去跟他父母亲要户口本办结婚证的时候，他父母亲不同意，一直说你们都谈了这么久，从06年现在谈到12年，现在才来说结婚。现在他们说要不然你要结婚可以，你要来我家做双门女婿。你家就你一个姑娘吗？我家2个姑娘，我是老大嘛。哦，当地的习俗都要上门是吧？是啊。上了吗？没有，因为我家也是老大嘛，我家3姐妹，我下面还有一个弟弟，还有一个妹妹。然后我们那边的风俗习惯就这样子，如果老大就不能说去人家做双门女婿怎么样子的。然后我自己也不想去，这个事儿就僵在这儿了。对，因为是自己选择的嘛，我还是选择认定他这个人还可以，父母再反对我也要跟着，就跟我父母那次闹得好僵了。那就等于户口本没拿到就没领成结婚证是吗？是啊。那这13年到现在又3年过去了，这3年还有人提结婚的事儿吗？到了14年的时候，突然之间怀孕了，意外怀孕了，我就说把小孩生下来吧，生下来之后我们再结婚吧，因为那时候肚子有点大了，我说拍结婚照各方面嘛不好看了，我说把小孩生下来结婚也是一样的，毕竟我们也谈了这么多年了哈，就这样子，所以说我这次来主要目的也是来求婚的，因为可能中途就出现了一些小误会，可能就这样子。等等我来问他姑娘，我问你，你怀孕的时候，当时你心里平静吗？我说的平静是说，这个男人还不错虽然我们俩现在没有领那个结婚证，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，但是他挺有责任心的，我愿意为他生个宝宝。你那会儿心里？我那个时候的心里打算要这个孩子，就是因为他这个人对我还可以。那为什么今天到这儿了呢？因为是我在怀孕期间发生的事情。然后使我导致成我也不想跟他结婚了，觉得他这个人每次对我的承诺都没兑现。这个孕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连婚都不想结了？因为他是做服务行业的嘛，接触的女性比较多，异性太多了。在我怀孕期间回他家养胎，他说没什么时间，就好少回家看我。因为怀孕的人脾气就比较暴躁嘛，一个人在家又觉得比较孤单。当他回家看我的时候，整天就拿着个手机微信跟女孩子聊天。你怎么知道是女生呢？因为他聊得比较认真的那种，当我走在他后面的时候他都不知道，跟人家发信息就说好烦躁，我想你了。当时我就好生气，而且每天电话一接电话接个几十个，他说只是为了工作因为我在那边是做经理人家老板基本上不在那边，因为一个店有100多号人，
都是我全权一个人在那边打理，事情的确是比较多。我在家里，我承认我是在家里经常接电话，可能一天下来可能接个10几个电话是最少是有的。至于发微信这个事情，我要解释一下，是这样子，我在家里可能包括店里的工作啊，是有很多事情，我回到家里也不安心。我说我跟我朋友聊一下我觉得我自己好烦，怎么样子，工作压力大啊，怎么样子，可能回到家里，可能这边老婆刚好怀孕了，可能心情不怎么好，跟她说了2句，她就冲我发脾气，怎么样子。然后我说我好想你的话是这样子的，他们说哎你现在不在公司啊，我们这边员工都很想你啊，怎么样？因为是单个跟我发的，说我就顺便回了一句，我说我也好想你，就刚好被他看到了，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会。那你应该说我也好想你们呢，不是好想你，咱们就当它是个误会吧。除了这个，你还发现什么了？还有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半夜的时候，人家打个电话叫他出去 KTV 玩，他半夜3更告也不会告诉你，他也会跟着他们一起去玩啊。哦，是同性朋友叫他去？是女性朋友。你为什么要去呢？她怀着孕，你陪陪她不就完了？你不是回家就是为了陪她的吗？没有，只是那时候好久没见的朋友，可能打个电话过来了，不是说出去聚一下怎么样子，可能刚好又到家我说这么晚了你就先睡觉吧，我先去玩一下这样子，我也跟他说过，然后他也不能理解，他说你玩就玩嘛，一玩就玩到个2、3点、3、4点，毕竟大家是年轻人嘛，可能就 K 一下歌之后，然后吃一下宵夜。然后就搞得比较晚回来。哦，是经常呢还是偶尔？只是偶尔。那你这个就小题大做了。对于一个孕妇来说，总有这种敏感性嘛。你回家本来就是陪女朋友的，又不是陪朋友的。换作是你的话，你跟别人聊天，你女朋友看见你发一个微信说我想你了，你是什么感觉啊？不要说是不是孕妇了，大概在这种亲密关系当中，一方跟其他的异性用这种我想你这样的语言，每个人都会生气，这个我们理解。但这个事儿想你的重点在于，一般我们会说想念大家是工作上的用法。对，我想你，这个不太像工作用法。对，他回家陪你陪了有多久啊？没多久，也就是3、4天吧。好嘛，就陪了3、4天，其中有一天晚上还去唱了歌，他还说偶尔。然后就陪了3、4天，你那些同事就能想你要发这个我想你，在你孕期的时候关心你吗？有时候会打电话，但是我有时候打电话给他的时候，他都是有时候不接啊，有时候就好吵啊，有女孩子在身边啊。那我这个是工作啊，旁边有很多女同事在，而且我公司里面也有很多同事你也认识啊，你也知道是什么情况，是不是？女生是什么时候离开他的？他不是说要让你回吗？回哪儿啊？回他家啊。那你现在住哪儿呢？自己娘家。等于你带着孩子回娘家了。是啊。你什么时候带孩子回的娘家？我是5个多月，快6个月的时候吧。就是孩子到5、6个月的时候，你离开了他，等于是。是啊。为什么呢？就是有一次我里面有个女员工吧就生病了，发烧了。就40度左右，可能就感冒的比较严重，然后也是个外地的我去照顾了一下他，然后我背着他去看病的，大概2天吧，我就一直陪他打完针，然后打完针就把他带回来，然后我没有告诉他，我就怕他误会嘛，然后经过我的同事传到他耳朵里面，我也不知道我同事是怎么跟他说的，他那时候听到就特生气，然后就跟我吵了一架，吵得好凶好凶。你同事病了，你背他去看病，还照顾他2天。对，送一下饭。你老婆怀胎10个月，你一共陪了3、4天，偶尔还要去唱个卡拉 OK， 这老婆是会生气的。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呀？因为我是通过他公司里面的同事告诉我的。他说你男朋友在这里跟那些女孩子还蛮有女人缘的嘛。他说这里女孩子感冒了，还背她去打针，还陪她2天。他说还有女孩子跟他洗衣服，端饭给他吃。他说什么？哎呀，对他还是蛮好的哎。这谁听了谁受得了啊？是有人给你洗衣服吗？对，这个我承认是这样子的，不是说单一个女孩子给我洗衣服的，是我看到有女孩子在那边洗衣服的时候，我就赶快把衣服提过去，因为我男生可能不太怎么会洗嘛。我只要看到谁在那边洗衣服，我就赶快提过去，顺便帮我洗一下。哎呀，你这经理做的太像周扒皮了，衣服都让人洗啊！因为他不在那边嘛，因为当时我女朋友不在那边，在家里嘛我一个人在那边，肯定我是男生的话，洗衣服可能不太怎么会洗。也就是说，看来你在女员工的心目当中，这个地位还挺高大的，对吧？还好吧。就是因为这事儿，你就走了？
听见这样的事，他又没告诉我，所以我带孩子就回家了。我不是为了这个事情，不是也辞职了吗？你也知道，我从一个服务员开始做到一个总经理，我容易吗？我辛辛苦苦经营了，整整在这个公司经营了7年，我还不是放弃了我所有一切。你什么时候辞职的？就是他回去的时候，回去的第1个月我就辞职了。你就为了找他你就辞职了？哎，对。然后呢？然后我现在自己创办了一个传媒公司。但是他创办的传媒公司不是也有好多模特之类的吗？好像感觉更严重。对，咱们接着听啊。他跟那些员工有什么问题吗？穿比基尼的模特跟他照相发在朋友圈里面，肯定看起来就不舒服了。哦，你现在是觉得这男人不靠谱了是吧？是，如果他这样子的话，我宁愿一个人带个小孩子，我也不想这样子过啊。你爸妈的意见是什么？随便我自己怎么选择。哎，你还别说啊。他有自己的想法和主见，他不是说你好不好，因为我给你生了一个孩子，我就要忍气吞声。他是讲求自己的感受的，宁可不嫁也不乱嫁，是这意思吧？是，我会娶她的。我希望你能原谅我，如果你能回来，我一定会对你比以前会更好的。你承认从怀孕开始到这一段，你对她不好是吧？哎，对。那你有没有对她不忠，像她怀疑的那样，确实出了问题？没有。确实没有，确实没有，只是我这个人可能性格比较开朗一下，可能就会偶尔跟异性朋友开玩笑，怎么样子？哦，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一起听听老师们怎么说。丘比特问卷。男孩，在她怀孕期间，你肯定是有一些暧昧的这种举动了。至于不忠，可能还没到那一步，但是至少在那段时间里头，你没有尽到自己一个丈夫的责任，在如何处理异性朋友方面。你是做的非常不到位，即使你再换一个工作的话，只要有异性存在，如果你的责任感这点不增强的话，问题依然还会发生。如果你真正让这一点成熟起来的话，再去看对这个女孩你有多少亏欠，有亏欠，现在就要道歉。女孩其实就是一句话，如果你对她心里还有爱，如果真是还有那么点希望，这个男人所做的行为还是可以让你去原谅他的话，我倒建议可以给他一次机会，也是给自己一次机会。但如果明确了双方的这个发展关系的方向的话，那第一步就一定要去领结婚证。我想到一首非常经典的西洋歌曲，它的歌词是说，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你离开我了。否则就是你的女朋友的心情。你知道女人怀孕是她最脆弱的时候，当她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缺席了。在她的生命中，这是一个很难磨灭的记忆，她开始不信任你了，这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弥补的。这样说好了，我在演艺圈，我老婆也是一个艺人，我从来不单独在下班或者怎么样晚上跟女生出去，因为我觉得第一个让我老婆放心，第二个避免自己陷入试探跟诱惑。你做什么样的承诺跟决定，你的决心非常重要。你到底要用什么行动来证明你是可被信赖的？孩子是婚姻幸福的产物，而不是婚姻是孩子被逼的产物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次序。我真的要跟所有的电视机的朋友们，不要拿这个，特别是女生，说我有个孩子，他就会跟我结婚，会爱我。不要拿这个生命，一个无辜的生命来赌你的幸福跟未来。我觉得妈妈你其实蛮了不起的，你现在可以离开他自己生活，表示你已经有下定决心单独抚养这个孩子，对不对？是。但是我们当然能够看到这个全家团圆才是最美好的，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孩子活在父母互相不相爱、互相猜忌的环境下，其实对孩子更加的不好。所以我觉得你们父母成人要好好的沟通，要给这个孩子一个幸福的未来。我们说不求而得，往往求而不得。就像你刚开始他来到你身边，你没怎么去征求，你获得了。现在你失去了，你在这儿反反复复的求，你未必得得到。但反过来，求而不得，往往又不求而得。就像女生一直求着要结婚，一直求着要结婚，哎，你不结，今天我不求你了，她跪着下来说我要结婚。所以说人就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的弄，其实就是一个道理，
人只在乎我为之付出了的东西，我绝对不会在乎那些我没有付出而得到的东西。但事实上，这个世界上感情也好，亲情也好，空气也好，水也好，全是免费的。我们轻而易举的获得了，当我们失去的时候，就很难再获得。其实我觉得女生是走晚了，应该早走。你在最开始第一次她说不愿意跟你结婚的时候，你就应该走，因为她没有付出任何的东西，她怎么可能会在乎你呢？那么有孩子，让孩子来拴住一个男人，就是更大的错误。所以说人永远是这样的，你不付出而获得的东西，你就不会在乎。你为之付出了的东西，付出了汗水的东西，他就会去在乎。我不相信男生说他能够做得到你要求他做的任何一点。你让他关掉公司也好，你让他怎么样也好，我不相信他会关掉，因为他付出了努力。但是对于你，他没有付出过，所以不可以轻饶了他。你可以再拖他一段时间，让他感觉到空空的房子的味道，要让他感觉到以前3个人在一起其乐融融是一种幸福和快乐，现在怅然若失会让他非常难受，还得熬他一段时间。女生你考虑一点就好了，如果真的不相爱，也不能够给彼此承诺，你们就想怎么对女儿好，你们就怎么做，而不是一定要在一起。一会儿好好想一想，因为那是你们的生活嘛。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，下载使用天天圈提出情感问题，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，并且有机会在爱宝节目当中得到涂磊老师1对1的指导。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互动，点击左上角的宝箱来抽取现金卡。时间留给你们，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。亲爱的，我希望你能嫁给我，我一定以前的不好的毛病我一定会改的。你看我们辛辛苦苦经营了这么多年是吧？我希望你能相信我，把以前的通通你不喜欢的、不想看到的，我通通会改掉的。相信我好不好？你看我今天把结婚戒指都已经带过来了，我希望你能嫁给我好吧？亲爱的，希望你能嫁给我，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相信我，我一定会给你幸福，给你快乐的。请亮灯，来，麻烦您起来哈。2位请回来，请回，好好考虑考虑啊。我在这边等他可以吗？你确定你不回去啊？不回。好好考虑一下。来，请关门。既然你在这儿，我就问你几个问题吧。为什么是非他不可呢？因为我跟他经历了风风雨雨，经历了9年，因为这9年当中我们也苦过，也累过，也开心过，也高兴过。他要不回来你咋办啊？我会去广西找他。行，人家的人生交给人家自己决定吧。5、4、3、2、1。嗨嗨嗨嗨。就是爱你爱你你嫁给我。来，过来。就是爱你爱着你，甜蜜又爱。好好对人家啊，能吗？能。行吧，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还有个戒指给你。幸福在一起吧。啊。好，谢谢2位啊，请回。看看这着急的哟，就怕跑了。你要好好带他。是他怎么会跑呢？起来，别着急。怕他跑是吧？对。哎，对。哎，对呀，你好好对他，他能跑吗？怕他后悔。来，各位，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。亲爱的，嫁给我好吗？我一定会给你幸福的，相信我好吗？亲爱的，相信我好吗？在这里要感谢途牛旅游网为本节目成功复合的嘉宾朋友提供的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，你们自己喊开始，自己喊停，好吗？来，开始，停。
哦，好，恭喜恭喜，3等奖2000元的旅游的代金券7期。你为什么哭成这样啊？因为这么多年的感情了，他这一次真的是蛮诚恳的，希望他以后处理异性朋友关系处理得更好吧。所以人家说，女人有的时候胸怀和胸襟真的很大，男人哦，要对得起自己的女人，好吗？